当我们在夜晚仰望夜空所看到的漫天繁星，除了几颗是太阳系行星外，其余都是遥不可及的系外世界。宇宙，一个令我们无法想象的规模，仅可观测范围就达到了930亿光年。地球在太阳系里就如同一颗微不足道的尘埃一般，而今天便让我们一起探索这个令人敬畏的宇宙。在接下来的旅途中，我们将穿越光年，飞往遥远的星系，见证星云的诞生，穿过黑洞的引力场，前往那神秘的宇宙边缘，来了解宇宙究竟大到何种程度。本期视频或许会颠覆你的认知。首先，我们的第一站是太阳。太阳是太阳系的中心天体，属于 G 型主序星，直径约为139万公里，质量占太阳系总质量的 99.86%， 表面温度约为5500摄氏度，而核心温度可达1500万度。太阳主要由氢和氦构成，它通过核聚变反应产生能量，也就是在高温高压下将氢转化为氦，释放出巨大的光和热。这些能量支持着地球上的生命。离开太阳之后，我们将来到太阳最近的行星水星。水星是一颗类似于月球的岩石星球，表面布满了陨石坑。由于它距离太阳如此之近，以至于白天的温度可以高达427度，而夜晚则急剧下降到零下173度。水星的一天相当于地球的59天，公转周期却只需要88天，意味着它在短时间内就能绕太阳一圈。当离开水星之后，我们来到了太阳系内侧的第二颗行星金星。金星的大小和质量与地球相近，因此被称为地球的姐妹行星。但这位姐妹星的环境却异常恶劣，表面被浓厚的二氧化碳大气层包围，导致温室效应极为强烈，温度可以飙升至462度，足以融化铅。这使得金星是太阳系中温度最高的行星。而且金星自转非常缓慢，自转一圈相当于地球的243天，且方向与大多数行星相反。随着离开金星，第三站我们来到了熟悉的家园地球。地球是太阳系中唯一已知孕育生命的星球，拥有适宜的温度、大气和液态水。这不仅保护我们免受宇宙辐射的侵害，还维持着适宜的气候系统，这使得各种生命得以繁荣发展。从太空中看，地球呈现出蓝色的弹珠，但是地表近 70% 被海洋覆盖的结果。蓝色的海洋、绿色的陆地和白色的云层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画卷。当离开地球之后，我们来到了第四颗行星火星。火星以其独特的红色表面闻名，这种颜色来源于其土壤中丰富的氧化铁。火星的环境虽寒冷干燥，不过科学家认为，曾经的火星可能存在过液态海洋，甚至孕育过生命。火星的温度极低，冬季的夜晚气温可下降到零下120度。尽管如此，人类正在进行火星探索任务，希望有朝一日可以在这里建立人类的殖民地。离开火星之后，我们将进入木星的领地。它是太阳系中最大的行星，同时也是一颗气态巨行星，主要由氢和氦组成，没有固态的地面，直径是地球的11倍。
木星最为人熟知的特征是它的大红斑，这是一个巨大的气旋风暴，已经持续了至少350年，最大时足以容纳3颗地球。离开木星之后，我们将来到太阳系中第2大行星土星。土星以其优雅的光环闻名于世，其光环主要由冰块和岩石组成。它从赤道7000公里绵延至20万公里处，然而厚度仅有数十米左右。和木星一样，土星也是由氢和氦构成的，没有坚固的表面，质量是地球的95倍，但体积足以装下730个地球。当离开土星之后，我们来到了天王星。天王星是一颗冰巨星，主要由水、氨和甲烷组成，直径约为50724公里，质量是地球的14.5倍。天王星与众不同的是，它的自转轴倾斜角度达到98度，这使得它几乎是侧卧在轨道上旋转，公转周期约为84年。从太空遥望天王星呈现出淡蓝色，而这种颜色是来源于大气中的甲烷吸收了红光。离开天王星之后，我们抵达了行星的最后一站——海王星。海王星是距离太阳最远的行星，达到了45亿公里。也就是说，太阳光子抵达海王星都至少需要4小时15分，而它围绕太阳公转一圈至少需要165年。因此，在海王星的表面温度极低，最低可达到-214度。起初，天文学家们以为这里就已经是太阳系的边缘地带，但后来随着观测的进步发现，这里不过才刚刚离开太阳系行星范围。而在海王星之外是广袤的柯伊伯带。柯伊伯带是一个天体密集的圆盘区域，这里拥有数不尽的小天体和矮行星，比如冥王星、系神星。继续远行，我们将到达太阳系的最外层奥尔特云。这是一个充满冰冷彗星的球形区域，围绕着太阳系。奥尔特云的范围极其广阔，直径达到了2光年左右。目前距离地球245亿公里的旅行者1号还在向这个区域前进。不过以它现在的速度，还需要飞行3万年才能抵达奥尔特云边缘。当我们离开奥尔特云后，此时我们才正式离开了太阳系的引力范围，踏入了星际空间。进入星际空间，我们将开始飞越系外恒星。首先抵达的是距离最近的恒星半人马座比邻星。比邻星距离地球4.22光年，它是一颗红矮星，质量约为太阳的12.3%，表面温度约为3000 K。在它的旁边还有一颗行星，名为比邻星 B。比邻星 B 是一个类地行星，质量约为地球的1.17倍，并且位于比邻星的宜居带中。在这一区域，水能够以液态的形式存在，因此科学家认为在它的表面可能有液态海洋，这使得比邻星 B 成为寻找外星生命的一个重要目标。继续向前，你会看到这里还有2颗恒星，分别是半人马座阿尔法星 A 和阿尔法星 B， 它们共同围绕质心运动，从而形成了一个3星系统。这里就是三体人的老家。继续前进，离开地球8.6光年后，我们将抵达天空中最亮的恒星天狼星。天狼星位于大犬座，
它是一颗双星系统，由天狼星 A 和天狼星 B 组成。天狼星 A 是一颗主序星，质量约为太阳的2倍，表面温度高达9900度，发出强烈的白光。天狼星 B 则是一颗白矮星，曾经是一个比天狼星 A 更大的恒星。离开地球440光年之后，我们将来到距离地球最近的星团昴星团。昴星团位于金牛座，其中包含超过1000颗的恒星，直径达到了13光年。在中国民间，昴星团被认为是天宫中7仙女的化身。当我们离开地球650光年之后，我们抵达了一个美丽的行星状星云——螺旋星云。螺旋星云距离地球约700光年，其外形像一只巨大的眼睛，中心是一个白色的核心，因此被称为上帝之眼。螺旋星云是由一颗类似太阳的恒星在末期喷射出外层气体所形成的，直径大约为2.5光年。继续前进，当离开地球1350光年之后，我们来到了美丽的猎户座星云。猎户座星云是天空中最明亮、最著名的星云之一，位于猎户座的箭带下方。它是一个巨大且活跃的恒星形成区，直径约24光年，被归类为弥漫星云。当我们继续前进，离开地球1500光年之后，我们抵达了马头星云。马头星云是夜空中最具辨识度的暗星云之一，因其独特的形状酷似一匹马的头而得名。它位于猎户座，是一个由致密的气体和尘埃组成的暗星云。它通过遮挡背后发出的光而被看到，直径约为3.5光年。离开地球4000光年之后，来到了天蝎座的蝴蝶星云。它之所以得名蝴蝶星云，是因为它的外观像一只展开翅膀的蝴蝶，由2片对称的翅膀状气体云组成。这些翅膀实际上是由一颗垂死的恒星抛射出的炽热气体形成的，颜色绚丽且形态复杂。继续前行，当离开地球7000光年之后，我们来到了鹰状星云。鹰状星云内部最著名的便是创生之柱，它是由巨大而密集的气体和尘埃云组成的柱状结构，高耸且壮观，看起来像伸向太空的巨大手指，长度达到数光年。在这些柱子的内部，大量的气体和尘埃在重力作用下塌缩，逐渐形成新生恒星。不过，其中有恒星的诞生，也有恒星的死亡。天文学家观测发现，在云柱内部有20颗恒星已经走向了演化末期。这意味着现在的这些柱状结构很可能已经被摧毁。但由于光速的限制，使得在地球上的我们还无法看到。当我们继续远行，离开地球10万光年之后，此时我们将看到银河系的整个样貌。银河系是一座庞大的恒星城市，直径大约为16万光年，其中包含了2000亿颗恒星。中心有一个超大质量黑洞，称为人马座 A 星，质量是太阳的430万倍。它主宰着整个星系的引力结构。
尽管人马座 A 星本身无法直接被观察到，但它在吞噬周围物质时会形成一个明亮的吸积盘。这些物质在高速运动中会释放出大量的辐射。随着我们继续远离银河系，此时将开始进入星系间的空旷空间。这里极度黑暗，几乎没有任何物质，只有一些微弱的星际气体和尘埃颗粒。你可以想象自己在一个无垠的虚空中飘荡，将看不到任何恒星的光芒。当飞行254万光年之后，我们才会抵达我们最近的星系邻居仙女座星系。仙女座星系是一个比银河系稍大的螺旋星系，直径约22万光年。其中恒星数量是银河系数倍，超过了1万亿颗。根据科学家对光谱的分析发现，仙女座星系预计在未来的37亿年后将与银河系发生碰撞，并合并成一个更大的椭圆星系。随着飞行距离越来越快，我们发现我们银河系是位于一个稍大的星系集群中，也就是本星系群。本星系群是由银河系、仙女座星系、三角座星系和其他几十个小型星系组成，直径大约有1000万光年。当我们继续远离开本星系群后，我们进入了更大的宇宙结构，名为室女座超星系团。室女座超星系团是由至少100个星系群与星系团组成的巨大结构，直径约为1.1亿光年。室女座超星系团的引力中心是室女座星系团。虽然我们的银河系距离该星系团有约6500万光年，但我们仍受到它的引力影响。这种引力牵引会逐渐改变本星系群和其他星系群的运动轨迹。当我们继续远行，会发现室女座超星系团也不过是一个更大结构的一部分，叫做拉尼亚凯亚超星系团。拉尼亚凯亚超星系团的直径约为5.2亿光年，其中约有10万个星系。它不仅包括了室女座超星系团，还涵盖了其他几个超星系团，如长蛇座半人马座超星系团。而它的引力中心是一个被称为巨引源的神秘区域，能够吸引周围的星系和星系团向其移动。随着我们继续飞行，当远离拉尼亚凯亚超星系团之后，会发现原来拉尼亚凯亚超星系团也处于一个大的结构中，名为双鱼鲸鱼座超星系团复合体。双鱼鲸鱼座超星系团复合体是宇宙最大结构体，直径达到了10亿光年。它由多个超星系团组成，彼此通过引力相连，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纤维网状结构。当我们继续远离，将会来到宇宙的边缘。现在我们距离地球已经达到了465亿光年，然而这个边缘并不是实际的宇宙边界，而是我们能够观测到的极限。由于宇宙在膨胀，远处的星系正以超过速的速度远离我们，这使得光线永远无法到达地球。因此，我们常说的930亿光年只是可观测宇宙直径，
不过，宇宙并没有止步于我们能够观测的范围，因为在不可观测宇宙之外，依旧是广袤的宇宙空间。现在我们已经结束了断史诗般的旅行，回过整个过程，从熟悉的太阳系到遥不可及的宇宙边缘，我们见证了星云、黑洞、超星系团等宏伟的天体，它们共同构成了这个庞大的宇宙结构。宇宙的浩瀚令人无法想象，同时我们也不禁感叹，人类、地球在广袤的宇宙中是多么的渺小。